各位朋友啊，经常有粉丝说，浩哥呀，你的节目啊是有中国的这些各个部门的智囊在看的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一说话，回头啊国内的政策方面就有反应了呢？对吧？我说这也不一定啊，那个没准儿我是看的稍远了一步了呢。不过呢，今天呢，我要真的是郑重的提醒中国的有关部门啊，你们可要警惕了。这个现在将封未封的中国的这个网红吃瓜盟主，他已经成了一种邪教了，而且他比以前的那一些村头那个寡妇成立的那些所谓的富国神教那要高明多了。那些村头的寡妇也就是十里八村的能聚集个180人就了不起了，但是这吃瓜盟主他利用这个制造民族对立吸引那些底层的除了自己是汉族没有什么可炫耀的那些底层的鸡血的那些精神病们，他可聚集了几百万了。我刚看了看他的抖音的粉丝已经到了400多万了，这可是一股不容小觑的精神病的这个力量了那位说你这不是你怎么能骂人呢？这些人是不是精神病你们自己看啊。吃瓜盟主这两天用了一个民间的文学爱好者写的一篇狗屁不通的解读红楼梦掀起了一个新解红楼梦的热潮，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魔怔人了。各位，我上一集也说了这事儿了，这一集有更魔怔的，你知道吗？满汉全席大家都知道吧？宫廷的那些那个宴席是什么？满汉全席有好多道菜，什么蒸羊羔、蒸鹿眼、蒸花鸭，是吧？那相声里边都说我要吃满汉全席。可是呢，这些吃瓜盟主的邪教粉丝们，他们听了盟主以后，他觉得你们错了，吃的不是菜，是人。以前一直以为满汉全席是我国的美食代表，可是看了吃瓜盟主的视频才知道，这里的汉原来是我们汉族人的汉。我们的祖先的经历怎么满汉全席吃的是汉人，他们吃人肉我操，这不是邪教，这是什么呀？你告诉我。邪教有组织有纲领，组织是啥呀？吃瓜盟主频道纲领是啥呀？黄汉制造民族对立要驱逐鞑虏拿回中华那位说那现在的领导人不大部分都是汉人吗？不，他们就是满夷，他们已经被满族人给那叫什么呀夺舍了。现在中国的上层充满着满族的遗老遗少，要进行第2次北伐革命。那纲领有了，组织有了，那得有歌教主之歌都出来了。中国政府你们看见了吗？斜阳下，种花家，堂前藤蔓结了个瓜，瓜枝大，有文化，对小草讲着故事里的大家。他问为何我们要把头儿低下，是自卑吗？是觉得自己不美吗？是习惯了弯腰抬不得头吗？
悲惨下滑，全世界都颤抖着残话，不知何时起我们不敢看晚霞，在人间塔落后歪打。百年屈辱连滚带爬，墙头的草儿摆在西墙下，绽放的渴望在黑暗中萌芽，时光为我们绣了一朵花，时光告诉我们根在哪。谁曾想一群僧人进来就要砸挂，清水煮出容不得沙，有人动手打，有人看笑话，先生之牙摩尔不达，自古英雄何惧怕，同归于尽他写下，提枪纵马孤身战法，杀那马一辈人不留偏家，斩断罪恶间谍邪而招摇，少春木枪之人虽软披甲，敲碎表演艺术虚伪变傻，马行鱼为黑子无知傻叉，混沌的战场只有你一人呐，都说男儿手枪兔女子手血脉，还记得春如先生吗？先生孤身入局是日口佳话，为中华脊梁而写洒，孤独的瓜，勇敢的瓜，再次为中华决然踏马。先生的话生了芽，我们犹如草芥残若星河那，这次请让我们守护你吧。56朵花聚在一起，那让那非人颤抖害怕，非人们颤抖吧，种下种子的瓜，非人再也偷不走我们的家。我们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让世界羡慕的那朵夏花。我为什么要着力于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我们的祖先哪个地方优秀上面？因为你得知道，你以前一直是赢的那一个，你以前一直是众人崇拜的那一个，你以前从来都是所有人仰慕的中心，你以前从来都是高光时刻，你从来都是最美的一个，最帅的一个，谁都不敢戳你一根手指头的那一个。你是一个有尊严有体面的人，你自来就这样，你的祖祖辈辈都这样。我们得知道自己的祖先有多么的辉煌，然后我们才能直起脊梁骨来。哪怕今天败了，你也觉得明天会赢，哪怕明天败了，你还是觉得后天必然会赢。我解决的是我们从根本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赢家体质，迟早都会赢，输了也能够翻盘。不是，吃瓜的邪教徒们，你们搞错了吧？啊，不是那个吃瓜可是对日本那是那个竭力洗白很有好感的呀。他说那个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啊，邀请日本侵略中国的呀。这不跟张纯如你们不是一路人呐，疯了朋友们，疯了啊！哎呀，邪教教主的这个洗脑能力啊，中国政府你们一定要警惕了啊！这个洗脑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呀。那个工程大哥又上来了，哎，这工程大哥又上来了，你说我是接还是不接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玩。那你又要说什么呀？哎，胡律师，你必须接我，你不接我没流量。大哥，我不需要你这个流量啊。那谢谢你关心我，那可以了，我不需要你的流量，你能下去了吗？我不下去啊，我再聊几句嘛。跟胡律师聊天蛮有意思，我能挽救一个就挽救一个，对不对？你这边粉丝这么多，能挽救一点就挽救一点嘛，对吧？至少不要被别人给带偏了。大哥，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好奇问你一句哦，就是如果你明天在切片里边看到很多盟主的粉丝说你是演员，你内心会作何感想？单纯的只是一个好奇的采访。
他们说他们的，他们是1450还是反串，我都无所谓啊。他们是盟主的粉丝。我跟我们那边就是感谢刚子后跟就是盟主粉丝的圈子里面聊，我们全都是都是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很反小日子的，盟主也是很小日子。对呀，所以啊，如果明天你发现你们很多一致的同伴啊小伙伴们，原来这边都是支持你的，就是小伙伴们，大家这边都想法都是一致的，找到组织了，但是结果明天你又睁眼一看评论区，都说你是演员的，都说你是我请来的托，你会作何感想？所以我不说了嘛，我就不想被开盒嘛，有帮蠢人很多啊，不管是哪边的粉丝，蠢人都很多的。而且我刚才说的一清二楚，我说比如我是盾构机行业，我圈子很小，我就不想被这帮蠢人给打扰，知道吧？这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就是你小到离谱的这么一个行业，它都绝对不可能真的只有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是你但凡现在一说你是哪个行业的，就大家就能知道你是谁了？我真不信啊！你就当我他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我真不信。有哪个行业是只要这行业人数少到，但凡你把这行业说出来，就立马有人知道你是谁的？所以说，胡医师，你对这个技术方面理解？对，我不了解。对，我对这个技术方面的理解还是比较浅薄了啊，我这边不了解。对呀，我是不了解，你能告诉我吗？你不知道拯救一个是一个吗？你教育一个是一个，你教育我好不好？我来聊昆仑局呗。我这真相信有昆仑局啊！完犊子了，真他妈来反串的！我要不是这个盟主粉丝天打雷劈，我还在盟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车子里还是篮子里买了那个叫什么腰果，挺好吃的。叫胡律师得出多少钱才能让他在直播间里面在反串的情况之下还要发誓自己天打雷劈啊？这我得给他多少钱啊？哎呀，骂我是反串的人，那都是蠢的人，这不很简单吗？我问你，五间大瓦房是不是也支持盟主？那五间大瓦房有问题吗？理解有问题吗？水平比你差吗？你要到直播间里面来引战的那就算了啊，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啊再去直接去评价别人，你就直接来说你吧，我再给你几分钟啊。咱们就说昆仑局呗，就是昆仑局这个事情哈，中国到处都是风水，中国无处不风水，中国的文化里面就隐含了几千年这个风水，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你们这帮人整天阴阳来阴阳去，你们这不诋毁中华文化吗？四个自信里面，文化自信有没有要学习这个周易？不是大哥，就是你能理解什么叫传统文化，你能理解什么叫封建糟粕吗？就算是传统文化里边，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吧。你现在跟我讲他妈的什么困龙局是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哥你反串了，你还是那句话，你真不是反串吗？那你这么牛逼，你来跟我讲一下，你对传统文化涉猎这么了解，你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困龙局啊？困龙局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困龙局就是来锁住他这个帝王之气嘛。怎么锁？通过比如说打那个井，就是那个小日子不是在那个秦岭那边还搞了个困龙局嘛，来打钉子的嘛。你搜新闻你看一看嘛，到处都是的。这个事情你该不会什么都不懂嘛？所以说你这人没机缘嘛？是咱们老大亲自让拆的，秦岭那边别墅是咱们老大亲自让拆的。大哥滚啊！这边滚，别说他妈其他的，你要来炸房我就让你滚了。你就去看看新闻，是不是拔出来全是那钉子？这不就昆仑局吗？来断我们中华的这个龙脉的嘛？我俩给踢了。啊！感谢我超兄的啊，我已经让他滚了啊。感谢 lobby C 啊，感谢 lobby C， 我真他妈服了，我操！你们让刚子稍微等一下，我知道刚子现在可能急得不得了啊。我一会儿连他，刚子这边又在连我了。
我甚至一开始想跟他讲道理，你知道吗？我甚至一开始想跟他讲道理，比如说，哎，就是困龙局这么牛逼，对吧？你说小儿子针对我们这边啊，也有什么困龙，果然被抬了，我要骂人了。我是老吴，同志们，这瓜粉们是不是都魔怔了？昨晚看到一个视频，我真是服了。18盟主先生为了你的民族大义，我给你磕一磕。直到现在，这个视频某平台给了2.2万赞，那评论区更是没眼看。同志们，一起来开开眼吧。就对于这种盲目极端的个人崇拜，现在都已经成饭圈了，你们竟然还能感动的流泪，你们的眼泪也太廉价了吧？还盟主是让所有的人站起来，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是谁让我们站起来的？你们不知道吗？是谁带领我们走到今天的？你们不知道吗？还当得起一声先生？当今时代还在的称得上先生的女性里，在我看来，只有张桂梅女士一人当得起先生。你见过说错话都不道歉的先生吗？多说一句，张桂梅女士是满族人，还盟主是带领国人走出苦难的先神，这就是典型的饭吃的太饱了，忘了我们的来时路吗？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就把让你吃饱饭的娘给忘了吗？忘本忘根之人要不要太离谱啊？这槽点简直太多了呀！你们这帮人现在看人家小姑娘在景区里穿个格格装，拍个视频，直接就能跑到人家评论区里，不问青红皂白的上去就是一顿骂。看少数民族的小孩子穿个人家的传统服装也过去冲，这2天更是连吴京和关晓彤都一起骂了。这些年骂吴京的那都是什么人呢？大都是公知和反贼呀。那关晓彤的评论区更是没法看，跟人家说什么别穿我们的汉服，还有大清最后一位格格什么的，人家怎么你们了？人家的爷爷关学增曾在1951年到1952年2次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啊，人家是直接到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们唱歌的人呢。你们真的是魔怔了，你们究竟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句话放在哪里呀？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这还不是一个邪教吗？啊，我通常呢，说过的人啊，分析过的事儿都会成真。这一次，让我们拭目以待吧。2个订阅，咱们下次再聊。